第8章，残阳如血。樊月儿站在城墙上，红衣飘飘。100年前，曾有失宠的贵妃一跃而下，自此变成了宫人避之不及的禁地。萧逸寒眼神一紧，月儿，你冷静点，我把阿琪雅带来了。话落就把苏运起往前推了一下。樊月儿双眼通红，指着苏运起，你为什么叫人回我名节？苏运起蹙着眉，他知道樊月儿是装的。可现在樊月儿哭得梨花带雨，周围又满是人，说出来没人会信。樊月儿，我没回你名节，你先下来，我们可以慢慢谈。樊月儿声音歇斯底里，那你站在这城墙上，告诉所有人，我没有破坏你和意涵的感情。城墙下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落在苏运起身上，催促的声音此起彼伏。苏姑娘，赶紧解释清楚吧，人命关天啊！樊家人更是怒气冲冲地指责苏运起，你要逼死我们月儿吗？萧逸寒也紧紧盯着他，满眼急切。阿琪雅，你解释一下就能救下月儿的命，你还在犹豫什么？苏运起仿佛一个被审判的人，他攥紧了手心，喉咙处好似被什么堵住了，哽咽的难受许久，他才艰难地吐出一个字，好。接着苏运起站了上去，墙太高了，高到能看清整个京城的轮廓。城墙外乌泱泱的人，大到王公大臣，小到路边的商贩乞丐，寒风吹乱他的发丝，他就一字一句大声喊着，书中所写不是真，樊姑娘冰清玉洁，还请诸位莫要以讹传讹。话毕，樊月儿的情绪才露出满意的笑。萧逸寒趁机上前，奋力将樊月儿拉了下来。逸寒，樊月儿扑在他的怀里，哭得泫然欲泣。没事了，没事了。萧逸寒轻拍着樊月儿后背，柔声安抚。所有人都舒了一口气，纷纷上前安慰樊月儿。苏运起像个被所有人忽略的存在，悄无声息地离开了。仅仅过了半个时辰，风平逆转，从最开始骂樊月儿破坏别人感情，到骂苏运起故意写书编排良家女子，还有人拿出他之前双目失明的事情攻击。他出宫回王府取旧物时，还被人认出，差点泼一身泔水。千钧一发时，萧逸寒脱下外套将他护在怀里。回到家，萧逸寒紧张地看着他，舒了口气，阿琪雅，最近这段时间还是不要出宫了。苏运起眼底落寞，没事，反正明日我也要离开了。萧逸寒心中涌起一股愧疚，委屈你了，等月儿胎相稳定，我就陪你一道澄清此事。萧逸寒说了很多，苏运起却听不清了。当初他怎么会觉得萧逸寒是救赎呢？明明就是更深一层的深渊，伤人伤心。离开当日是萧逸寒亲自送苏运起去的码头，直到上船前萧逸寒都在和他说着江南特有的美食，江南的龙井虾仁鲜嫩清甜，你到了那边一定要尝尝，还有桂花糖藕软糯香甜。苏运起静静听着没有回应。眼看日头渐高，船夫催促着苏运起登船，苏运起什么都没说，缓缓转身看着他的背影。萧逸寒胸口突然涌起一股无法遏制的慌乱，忍不住叫他阿琪雅，等你回来我们就成婚。苏运起一顿，脸上带着笑低声出声，萧逸寒，我不回了。半炷香后，他没有登船，而是走向了张贴皇榜处。那些莫须有的罪名，不该他受的他要自己澄清。他带着斗笠贴上解释的告示时，皇城的迎亲队伍擦肩而过。苏运起怎么也没想到，骑在马上一身婚服，笑得如此开心的萧逸寒，和之前送他的萧逸寒是同一人。他笑了笑，转身上了一旁的马车。萧逸寒，你骗了我一次，我也骗了你一次。第9章，樊府。萧逸寒和樊家人等候在樊月儿房门前，御医正在里面替他最后一次看诊。门外的樊母靠在樊父的怀中，满是紧张和担忧。樊父看着萧逸寒，沉沉叹了一口气，殿下，这次多亏了你，要不是你答应和月儿成婚，他也不会配合医治。今后我们恐怕是要和以前一样，改口叫太子殿下为贤婿了。萧逸寒眉宇皱了一下，看着樊父樊母肯定的眼神，没有接话。樊家向来是势利眼，当年兄长苦苦追求樊月儿，他们不肯答应，
后来兄长被封为太子，他们又上赶着巴结，如今这太子之位落到他头上，樊家故技重施，又将往日那趋炎附势的嘴脸展露无遗。他又想起了早上苏运起登船时的背影，明明只是分别了一上午，忽然就有些想他了。收回思绪后，他干脆一口气沉声纠正，我不过是希望兄长的孩子出生能有个名分，私下里我依旧是月儿的妹夫，将来若是父皇器重我，我还是要将皇后之位交与阿齐雅，只有她才能配得上那母仪天下的位置。听到这话，樊家人脸色一顿，房里也随之而来一阵瓷器破碎的声音，哗啦哐啷，樊父樊母立刻推开房门，激动地进房中去看樊月儿，玉衣也还站在一旁。怎么了，宝贝女儿？是身体还有何不适吗？樊月儿没有回话，只是满脸泪痕看向站在门口，连婚服都还未褪去的萧逸涵。逸涵，你刚刚说什么？萧逸涵没有立刻回答他，而是笑着看向一旁的玉衣，询问道，嫂嫂的病情可是好些了？玉衣见这场面有些局促，但还是一五一十回答着，樊小姐之前因亡夫心绪不宁，但服下老夫调配的汤药，如今已经彻底痊愈，无需再担忧了。听到回答，萧逸涵满意地点了点头。樊月儿刚刚痊愈，他不想过多刺激她，于是低声道，即已痊愈，那我便先回去，不打搅嫂嫂休息了。话毕，他转身就要离开，樊月儿在身后气愤地摘下头上的凤冠，一把摔在地上。逸涵，你难道一直都是骗我的吗？不是说只有我才能配得上这太子妃凤冠吗？萧逸涵脚步顿住，见摔出来的凤冠，他低下身拾起，小心翼翼整理好，又微微侧头，眼神冰冷。嫂嫂难道是忘了吗？从一开始我答应樊家册封你为太子妃，都是因为兄长，在我心里唯有兄长才能担得起这太子之位，兄长心悦于你，那嫂嫂自然是最配得上这太子妃的。樊月儿一脸不可置信，明明上午还满面笑容带着迎亲队伍来接亲的萧逸涵，忽然之间就像变了个人。可是我们不是成亲了吗？萧逸涵有些没耐心了，于是转过身看向他，语气冰冷如霜，迎娶嫂嫂进门是兄长生前的愿望，我不过是替他走了一遭，我与嫂嫂一位行媒妁之礼，二位拜堂成亲，何来的成亲之说？第10章，一句话对得樊月儿哑口无言。樊家是在得知萧逸前亡故的消息后，才向萧逸涵提出这个要求，因为樊月儿肚子里已经怀有萧逸前的孩子，最终商量出的结果是让他和萧逸涵结亲，为顾全樊家颜面，也避免樊月儿落得未婚先孕的污名。双方达成协议，萧逸涵最开始是反对的，但是不忍心兄长的孩子一出生连个名分都没有，于是就把樊月儿接入了东宫。萧逸涵对他的细微照顾，让他渐渐忘了两人成亲的目的，加上他那张酷似萧逸前的脸庞，樊月儿反倒真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夫君。萧逸涵的声音还未停，为了让嫂嫂不被世人诟病，我才给了你这名分，昨日你却将我妻儿欺上城楼，众目睽睽之下遭人白眼，我还未找你算账，你却质问起我来了。府外天气骤变，雷轰的一声响起，萧逸涵眸光如淬了冰的寒铁，冷冽地扫过众人，眼底翻涌的威压似乌云压城，连空气都仿佛凝固，天界的威严容不得半分轻视。原本还想多言的樊母也不敢再说话，樊月儿攥着帕子的指尖发白，刚要辩解，昨日是苏运起先，话还未说完，就被萧逸涵冰冷的声音截断。他转身时，玄色衣摆扫过满地碎瓷，掷地有声的话语彻底碾碎他的幻想。无论阿齐雅做什么，都轮不到任何人评判。今后除了你肚子里孩子出生，别的事都不必与我再有瓜葛。阿齐雅会不高兴。话落，他转身就离开。樊月儿立在原地，望着他渐行渐远的身影，眼底猩红翻涌，恨意如毒藤般死死缠住心脏。一个瞎子凭什么跟我抢？那坤宁宫的位置必须是我樊月儿的。天气越来越阴沉，一道道惊雷，似要下暴雨的征兆。萧逸涵乘着马车匆匆朝东宫赶，明明册封典礼的事宜皆已落幕，
却不知道心里莫名着急什么，只觉得有一股说不明道不出的慌乱感。还未到皇城门口，马车便被骤然拦下。萧逸寒神色不耐地扯开帘子，冷声质问：谁敢拦本殿下的？话音戛然而止，只见他安排在码头护送苏运起的护卫脸色煞白，跌跌撞撞地奔到马车前。殿下大事不好，苏姑娘根本没上船，船行至江心，船夫才惊觉船舱无人，东宫也便寻不着他的踪影。护卫声音发颤，额角冷汗涔涔。萧逸寒瞳孔骤缩，猛地抓住马车扶手，厉声道：什么？那他究竟去了哪儿？护卫浑身发抖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。微臣该死，实在不知。萧逸寒气得立刻下了马车，准备立刻前去码头。天空此时下起瓢泼大雨，一片晦暗染晕了整个京城上空。雨落在萧逸寒的脸上，心中的不安更加添了几分。就在此时，一道急促的马蹄声由远及近，宫中侍卫快马加鞭而至，在马车旁急停，翻身下马时几乎踉跄。太子殿下宣正殿传召，陛下已换了3回御医。第11章，2个消息如晴天霹雳打入萧逸寒耳中，他瞬时僵住。一边是从小悉心栽培他的父皇，另一边是与他共历生死的夫人，冷汗顺着脊背蜿蜒而下。萧逸寒紧紧攥着全指节泛白，一旁侍卫急忙催促着：快随微臣速速回宫吧，太子殿下宫里还等您主持大局呢。萧逸寒眼神犹豫地望了一眼码头的方向，匆忙给护卫下了令：快去找，继续给我找，任何地方都不要放过。通知下去封锁城门。话毕就随侍卫乘上快马进了宫。回到宫中，萧逸寒翻身下马，大步流星地朝着乾清宫走去。他的脚步沉重而急促，每一步都像是踏在自己的心上。走廊里，宫女太监们见了他，纷纷跪地行礼，大气都不敢出。往日熟悉的宫殿，此刻却弥漫着一股压抑而诡异的气息。终于他来到了乾清宫门前，殿内烛火摇曳，光影交错，长明灯忽明忽暗，仿佛在宣告帝王的最后时刻。萧逸寒深吸一口气，推开了那扇沉重的大门。父皇萧逸寒疾步走到龙榻前，只见父皇躺在榻上，面色苍白如纸，气若游丝。曾经威严不可一世的帝王，此刻却如此虚弱，两鬓斑白，仿佛一阵风就能将他吹走。老皇帝缓缓睁开眼睛，看到萧逸寒的瞬间，浑浊的眼中闪过一丝欣慰。他颤抖着伸出手，萧逸寒连忙握住，那只手早已没有了往日的力量，只剩下一片冰凉。孩儿，老皇帝的声音微弱的几乎听不清，钱儿已经不在父皇也。萧逸寒拼命摇着头，此刻像个孩子般跪在父亲床榻前。不，父皇您是天子，长命万岁，定能龙体安康。老皇帝眼眸微眯，使尽浑身解数才吐出临终遗言：此后无人庇佑你，你要振作，朝堂交给你了，莫要辜负。话未说完，便永远地闭上了眼睛。底下的大臣和妃子跪倒一片。总管太监一声陛下驾崩出口，满殿抽噎如潮水漫过鎏金地砖。萧逸寒只觉得眼前一黑，心中一阵剧痛，他跪在榻前，泪水不受控制地流了下来。从小到大，父皇对他和兄长寄予厚望，悉心栽培，如今不过数月，兄长战死沙场，父亲病入膏肓，天人永隔，至亲之人接连离去，只留萧逸寒一人在这波谲云诡的朝堂与深宫内院中，独自承受命运的重击。但他知道此时不是悲伤的时候，朝堂动荡，各方势力蠢蠢欲动，他必须尽快振作起来，稳住大局。总管太监念完遗诏，递来玉玺，让萧逸寒接旨。他麻木地往身后望了望，昔日那个与他风雨同舟的夫人此时却不在身旁，心中无比的孤寂。他强忍着悲痛接过圣旨，总管太监轻轻拍了拍他的肩头：殿下节哀，今后您就是这天下共主，承继大统的皇帝了。萧逸寒本欲转身，却又被他叫住：陛下莫急，先皇驾崩前特立密诏，除定您为储君，还圈定了未来皇后人选。第12章，
正是镇国大将军嫡女郭浣溪。接踵而至的消息如重锤一下下砸向心口，萧逸涵眼前炸开无数金芒，喉间腥甜翻涌，随后再也承受不住，轰隆一声栽倒在地，坠入黑暗。苏运起乘着马车刚刚出了城门，就看见城门被一众士兵关上，兰娘也在一旁疑惑出声，这青天白日，还未到虚正3刻，城门就关了。苏运起倒没多想，只希望不要生出变数，于是探出头朝车夫喊了一句：车夫大哥，快些赶路吧，尽量天黑前能找到村落歇脚。车夫亮堂着嗓子回应着他：没问题。兰娘看向苏运起，眼底有些忧虑，犹犹豫豫才将话说出口：阿奇雅，你当真舍得你那夫君？苏运起收回了看向窗外的视线，垂了垂眸，现在他已经不是我夫君了，是别人的夫君。走之前我将和离书放在了书案上，不过。他顿了顿，语气平静，这会儿他应当在宴请宾客，没空看。兰娘认识苏运起时间不算长，但却见过他是如何真诚待他这位夫君的。深冬萧逸涵染极高热，苏运起彻夜守在榻前，亲手用帕子浸冷水替他敷额，指尖冻得发紫，仍不肯停歇。刺客突袭时，苏运起毫不犹豫挡在萧逸涵身前，导致眼睛被利刃划伤，双目失明。萧逸涵最爱吃他亲手做的酥油饼，即便眼睛看不见，热油溅得满手燎泡，苏运起仍常常为他做。桩桩件件都非寻常女子能做到。不止兰娘，只要见过苏运起看向萧逸涵的眼神，谁都明白他有多爱他。这样的爱，究竟萧逸涵是伤透了他的心，才能让他如此决绝？兰娘直直望着他，满是心疼。贵胄人家尚且3妻4妾，何况天界阿奇雅可会有憾？苏运起苦笑了一声，摇摇头。无憾，这3年我已和他做了一回少年夫妻，如今他的心急已不在我身上，那我便不要了。听到回答，兰娘总算松了口气，笑着接话：就是，我们阿奇雅可是有大抱负的人，不久定能成为明洞楼兰的老板娘。苏运起也跟着笑了笑，接着又往窗外看去，看着越来越远的京城。苏运起心中暗语：再见了京城，再也不见萧逸涵。3日后，殿下。萧逸涵被一阵呼唤声唤醒，缓缓睁开了眼。床榻边围满了一群人，大臣、侍卫、下人，甚至樊玉儿也在，但是就是没有那抹温柔的身影。见他醒来，樊玉儿泪珠如雨滴般滑落，一把扶到床前，娇柔出声：夫君，你总算是醒了。你昏迷了3天3夜，你想吓死臣妾吗？萧逸涵置若罔闻，目光越过众人，落在护送苏运起的护卫身上。他强撑着僵硬的身子，哑声道：找到阿奇雅了没？护卫面色发白，头垂得极低，缓缓摇了摇头。樊玉儿见状，指尖绞着帕子，轻声道：苏运起怕是跑了，有人瞧见他上了壮汉的马车出城。第13章，萧逸涵被樊玉儿搅得心烦，眼神如冰刃扫向他。我不是让你不要再来了。只一句，樊玉儿的气焰又缩了回去，委屈出声：听说你昏倒在乾清宫外，我担心你就冒着父亲母亲的责罚来了。底下等候多时的礼部官员忍不住插话：殿下先皇驾崩，如今还未发丧，还有许多要务需要您主持大局呢。萧逸涵目光在侍卫与樊玉儿之间扫过，声线冷得能结霜：送樊侧妃回府。他顿了顿，嘴角勾起一抹寒意，告诉樊尚书，若再纵容亲眷逾矩，休怪朕不念旧情。他如今不再是太子了，是要独当一面的皇帝了。樊玉儿虽然不舍，但听到这句话也忍不住腿软，只好退下。萧逸涵将等在门外的大臣通通叫进殿内，开始处理这几日堆下的政务与琐事。等诸事落定，已是夜深。萧逸涵拖着一身疲惫，这才真切体会到从前父皇与兄长的不易，那些他未曾尝过的艰辛，都被他们默默挡在身后。这时他才有了空隙传召护卫：说这几日的线索吧。樊玉儿说的话不可信，我要听你亲自说。护卫低头双手合十：是。那日您送苏姑娘去码头，本以为她上了船，
却没想到苏姑娘从船另一侧走了。后来打听到的最后消息，就是苏姑娘乘着一辆马车出了城门，还张贴了一张告示。原本还在闭眼揉学的萧逸寒猛然睁开了眼，表情严肃。什么告示？护卫这才从袖子里拿出那张破损的告示，上面清楚写明了苏运起和樊玉儿还有他三人间的关系，正是在澄清那日他平白所受的冤枉。萧逸寒忽然间有些明白，为什么苏运起赌气离开了。他一直介意樊玉儿，那日他受的委屈也迟迟未被澄清。护卫又从袖口里继续掏出一个喜袋，递到萧逸寒的面前。这是您和樊姑娘大婚那日迎亲队伍接到的。萧逸寒看到这个喜袋，和普通喜袋不一样，上面的那对鸳鸯的绣法是苏运起才会绣的，他的心不由得猛然一紧，甚至有些不敢打开这个喜袋了。犹豫了许久，他才伸手接过，缓缓打开。他颤抖着展开锦帕，里面是一沓银钱，不多不少，正好977两银子。萧逸寒反应过来，苏运起和他说过，直到大婚这日，他们正好成婚977日。银钱底下还夹着一张字条，不小心掉落在地上。萧逸寒低下身子去捡，上面的字映入他的眼帘。萧逸寒礼金我送了，新婚快乐，早生贵子。苏运起知道自己刺痛双目，原来他早就知晓他要娶樊玉儿。萧逸寒攥着字条冲向苏运起的寝殿，只见屋内空荡，装着两人画像的箱子敞开，衣橱里只剩下那件被樊玉儿嫌弃的婚服，书案上赫然铺着一张素白宣纸。萧逸寒踉跄着扑上前，纸面中央和离书3个浓墨大字如3柄利刃，直直剜进他眼底。他真的不要他了。第14章，萧逸寒死死攥着泛着冷意的和离书，踉跄着在空荡荡的寝殿里打转，每一寸目光所及之处都翻涌着蚀骨的回忆。逸寒马上搬去东宫了，我想把我们那些画像，还有你给我做的秋千都带去可好？苏运起仰着小鹿般灵动的眼睛，发间茉莉香混着他特有的气息，几乎要漫过他的呼吸。彼时他将苏运起搂进怀里，下颌蹭着他柔软的发顶。当然，这可是我们这些年的见证，自然不能舍弃。衣橱门吱呀一声被推开，那件火红婚服仍悬在最显眼处，金线绣就的百鸟朝凤图，仿佛还带着苏运起指尖的温度。恍惚间他举着绣绷，笑靥如花。逸寒大婚那日我就穿这件，整整绣了3个月，定不会在文武百官面前丢你的颜面。他扣住他沾满丝线的手，吻去他眉间细汗。傻阿奇雅，你就算穿一身素衣，也是仙子下凡，又怎么会丢我颜面？床榻上的锦被早已没了熟悉的轮廓，可他分明还能看见月光里，他蜷在他臂弯里，眼尾泛着潋滟水光。逸寒，我给你生个女儿可好？他收紧手臂，将人揉进心口，声音里裹着化不开的柔情。女儿好，女儿像你。如今空荡荡的床榻只剩他一人，和离书轻飘飘的边角扫过手背，竟比最锋利的匕首还要灼痛。萧逸寒鼻腔忽然有些发酸，最爱的兄长，最疼他的父皇，还有与他相濡以沫的妻儿，都一一离他而去。他对不住兄长，让他肩挑重任，一人战死在沙场。他对不住父皇，没有让他颐养天年，就重病而去。可他最对不住的，就是他的夫人苏运起。他承诺他的所有事都未曾做到，他却为了他双目失明，好不容易重现光明能看见了，却亲眼看他穿着婚服去接另一个女子。颤抖的指尖抚过衣橱里那袭尘封的婚服，在月光下泛着冷光。他将婚服紧紧搂入怀中，好似在拥着昔日的苏运起闭着眼，他都能想象出苏运起穿这件婚服有多美。滚烫的泪水决堤而下，他蜷缩在满地月光里，哭得像个无助的孩童。呜咽声混着颤抖的道歉在空荡荡的寝殿回荡。对不起阿奇雅，我错了，是我不好。可回应他的，唯有穿堂而过的风，卷着满地狼藉，将悔恨吹得支离破碎。明日他就要登上那万人仰望的龙椅，在钟鼓旗鸣声中行册封大典。
还要牵着父皇为他钦定的女子换他皇后。这座金碧辉煌的宫墙，从此成了困住他余生的牢笼。这大概就是苏运起给他最狠的惩罚，让他坐拥天下，却永远失去了此生挚爱。1个月后，经过快马加鞭的长途跋涉，苏运起和兰娘终于抵达了距离楼兰1城之隔的敦煌。城中驼铃阵阵，市集上湖上汉人往来如织。莫高窟的佛窟壁画在风沙中静默千年。苏运起望着城墙上斑驳的砖石，明白只要跨过这片戈壁，便是神秘莫测的楼兰古国。第15章，阿奇亚对面就是楼兰了。兰娘递过来水壶，示意苏运起喝水。苏运起接过水，任由风沙卷起鬓角碎发，骑着骆驼淡紫色纱巾裹住半张脸，在苍茫天地间宛如一抹摇曳的晚霞。兰娘，我已经开始期待我们接下来的日子了。话音未落，远处传来清脆的驼铃声，一队商队踏着夕阳余晖而来，领队男子勒住缰绳，腰间玄铁弯刀折射出冷光。可是中原人苏运起仰眼望去，见那领队眼睫如蝶一低垂，深目高鼻轮廓凌厉，偏生薄唇噙着抹散漫笑意。他墨发飞扬，暗纹披风猎猎作响，周身裹着西域独有的野性，但除了野性，还有一股说不出的贵气，叫人挪不开眼。兰娘攥紧腰间短刃，警惕地躲在苏运起身后，连呼吸都放得极轻。苏运起强压下心头不安，攥着缰绳的指尖发白，硬着头皮应了一声是。莫近臣抬手遮挡刺眼的日光，深目微眯眼尾在阳光下拉出凌厉的弧度。他打量着眼前2个单薄的身影，唇角勾起一抹意味不明的笑。跟着我们的商队一块入内吧，你们应该没有通关文牒。他说的对苏运起有些震惊，他和兰娘的确没有通关文牒，但是他不知道他是怎么看出来的，又有何目的。苏运起下意识握紧骆驼缰绳，风沙卷着细沙灌进领口，他骑着骆驼加快2步，直到与莫近臣的马匹并行，目光直直撞进对方深邃如骨潭的眼底。无缘无故，你们为何要帮我们？莫近臣勒住缰绳，墨色发带随风扬起，在他棱角分明的脸上投下细碎阴影。他凝视着苏运起被风沙染红的眼角，喉结不自觉地滚动。其实在进入敦煌一路，他就注意到了他，这是他平生第1次对女子心动，甚至暗中跟在不远处护送他，但他还是不敢说出实话。我和不少中原人做过生意，中原人都很不错，所以愿意帮助你们。他解下腰间缀着银铃的羊皮囊，晃出清脆声响。这是我的通关文牒，我的商队在楼兰城内开着最大的丝绸坊和香料铺，你大可放心。我叫莫近臣，你呢？苏运起望着莫近臣棱角分明的面容，心底莫名泛起安定沉默须臾。他声音不轻不淡，苏运起。2个月后，册封大典尘埃落定，父皇的丧礼亦画上句点。暮色如墨浸透9重宫阙时，鎏金宫灯下，头戴乌纱的内侍官垂手捧起朱漆银盘，盘内36块象牙排附着明黄绸布，在夜风里微微颤动。这些日子日日如此。往日里，萧逸寒总以守孝尽礼、政务繁重为由，将银盘推至案角。今日丧期既满，案头奏折也已批完，内侍官捏着袖口的手指微微发颤，硬着头皮开了口：皇上礼部侍郎前日递来密折，御史台王大人今早又来催促。他偷瞄龙颜，见那抹玄色身影猛地握紧狼毫，宣纸上阴开一团墨字，